大家好，这里是第6期的北美小姐姐大嘴巴，我们是翠翠和 Sydney。这一期的话题呢，我们是想聊到自己的学术之路和自己在这个年纪的一些困惑。我本人呢，以前一直非常老老实实的读书啊，读博士，找工作，然后现在工作也很稳定，我的家庭也很稳定，但是我突然就有一种，哇，这个人生真的好无聊，就是有一种中年危机的感觉。从现在一眼望下去，觉得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然后翠翠就比较不一样了，在我看来，她就是突然要远离学术界，她一个我要发疯的状态，就是打算回国爽一年。我内心非常的嫉妒，今天也想问一问她，怎么会变得这么勇敢？那你现在呢？我们说点开心的，你回国以后打算先干嘛？当然是吃喝玩乐啦。听说国内现在有通缩，房价跌得很厉害，所以好的方向就是房租便宜呀。我看到了个视频，说峨眉山的房子房租只要1000多，是精装房，一室一厅。这个房租你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你都找不到吧？而且峨眉山呀，隶属乐山呀，传说中的乐山钵钵鸡呢。而且最近好多那种博主还发自己就是什么当道士，就是加入道家，拜了道士，就是某个庙吧，然后他们就是记录自己的一天，比如说干什么活啊，学什么东西，学什么道士走路啊之类，也很火。他们招你弟子了？招，就是个女生，还挺漂亮的女生，然后就去找了师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哎呀，是吗？我也要去。然后你就发成英文版本的，告诉就向那个北美的观众普及一下我们独特的宗教。好的。修仙炼丹。哎，话说你怎么看修仙炼丹的？修仙炼丹啊，你信吗？我一直感觉修仙炼丹我真的很难信，真的，因为历史那么多年也没有一个人成仙，好像是有人成仙，说是有人活了几百岁，然后还说什么什么，但是你说这么好的资源，总是应该是当朝的领导者应该是有资格去接触吧？你也没看到哪个皇帝哪个就是他就升仙了，也没听说呀。那倒不一定啊，就是你修福报跟就是之前讲到福德功德的事情了呀，就是你轮回最后一世也未必是你当了皇帝啊，你轮回的最后一世可能只是我终于把我欠的债还清了。你当皇帝你得欠下多少债呀？我现在体会不了皇帝的快乐，我觉得皇帝应该是比当神仙还要爽的。当神仙你只是在一个新的那种结构里面，你还是就是如果你成仙的话，你在新的结构里面你还是属于末尾，但是你当皇帝，这可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你可是走上了人的巅峰。但是在新的结构里，可能它并没有排序这个事情，你就是无条件的爱了，你不需要走到世界的顶端，你就会得到所有人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呀。那你看那个玉皇大帝，他是不是还是管着孙悟空？孙悟空又不是人，他不就是个猴子精嘛？最后不是也成仙了吗？所以我就是因为我现在我的认知没办法体现，就是了解当神仙的快乐，所以我就是感觉还是当皇帝比较爽，还是当皇帝比较爽。再不济做个企业家是吧？上市公司 CEO 也挺不错是吗？上市公司董事长吧，不要当 CEO 还是压力挺大的。董事长不就是 CEO 吗？董事长是他那个一个董事，好像是有股份那种，然后 CEO 可以是这个董事聘请某人当 CEO， 这个 CEO 甚至都没有股份。哦，原来 CEO 是个打工的呀！这是我是这个理解，因为我老板另开了一家公司，然后我老板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然后他们形成了个董事，他们是一直在外面找各种 CEO， 还面试这些 CEO， 然后后来雇了一个人给他们专门负责这些，但那个 CEO 不是创始人，可是他作为创始人他就没有什么压力，就让 CEO 出去打拼。这个 CEO 如果干得不行，你可以换个 CEO， 等于还是打工仔。对啊，说到这儿，我前几天去 conference 的挺搞笑，就是有一个section， 就是让几个创业的科学家来讨论他们创业的体验。然后有一个大姐，她就是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是做那个药品结构检测的，来检测同分异构体它的含量。你不需要的同分异构体含量需要足够低，你才能够就是它那个药品质量才能够过关嘛。所以他做的那个仪器就是专门做这个方面检测的。然后他做需要什么仪器？
他其实就是个光谱仪，他是个 IR 的光谱仪。然后他自己是从博士毕业到他创建这个公司，然后一路打拼，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公司的门面。而且因为他的客户是大的制药厂，所以他的公司其实做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另外一个大佬就是在学术界混，专心搞科研，他就是个看起来非常气友的人。他就说，我拿了很多专利，并且跟人一起开了很多的公司，但是我知道某些事情我不喜欢做，比如说经营、销售方面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他都不想做，所以他直接把这一部分给了他的团队来做，他也不操这个心，然后他就觉得很气友。然后你就发现这两个人在台上的时候就有一种互相觉得并不是很喜欢对方的模式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这确实是也是要找到你合适的经营方式吧。对，他们就有很多选择，我觉得你就是慢慢的往上走，可能更多的选择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就不像说你比如说在金字塔的底端，你甚至都没有能力去选择我要不要干这件事，不要干那件事，就是为了生存要被迫的干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我觉得也还是有时运，就是那个大姐她其实你在她创业之前，你看她的履历，你会觉得她可能真的不怎么样，就是她做的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 IR 做那个方向的研究是非常小众的。她说在那个时候全球可能只剩下了6-7个人还在做这个事情，而且因为这个领域那个时候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出路，所以你就发现他认识的人很多都离开了这个领域，在其他公司开始工作了。但那个时候他就是下定决心要开一个公司，而且那个时候他是因为没有办法做博后，所以他才在工业界开始做，而且他是一个外国人，就是那个时候他并不是美国人，但是他就是一路打拼，所以他的故事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励志。但是背后也有很多的辛酸，而且一定是他这个人对开一家公司，让公司扩张，并且牢牢抓住公司的权利这件事情，是让他有很大的热情的，所以他才能一路走过来。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聊到了关于公司股权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公司股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如果找个投资公司让他人拿你的股权，最终这个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之后，你真的可以接受你失去你亲手养大的公司的管理权这件事情吗？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糟糕，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很气友的那个老教授，他就说有些事情我真的做不了，我也不喜欢做，所以我非常愿意接受让一个团队来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而我只拿我应得的那一部分股权。我有很多这样的公司，所以事实上我并不对这个权利执着，我依然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依然在做着我最喜欢的那一部分，就是做科研，然后专利，然后把它培养成一个公司，然后让它自己开始运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上也真的是怎么管理，也是跟一个人他喜欢做什么事情有很大的关系。这跟这个人的经历有多少也有关系。我觉得像很多牛人，比如说我认识的我们大老板，他就真的开了很多家公司，然后每一家公司他还是会就是在那个核心的方向上他还是会管的。我有时候就觉得他自己带了那么多学生，开了这么多家公司，但是他或多或少还是在管理着。我觉得这些牛人他确实有很强的精力在。你想想你做这个 podcast 这几期，你也是有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几期之前你觉得自己就是最惨的，你现在慢慢觉得你就会说啊，那社会最底层的人是什么感觉呢？我惨是我觉得我自己惨，不是我客观上的惨，是我主观上没有想通，好吧。我主观上我的问题是在于主观上我总拿自己跟自己比自己更好的人比，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可能就是亚裔家庭它常见的问题。对，我觉得也是。对，就是你从很多亚裔家庭小孩，你跟他说只跟要跟好的比，别跟他差的比，几乎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潜意识里头常识，但是很多情况下这个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呀。我也一直这样感觉，这就是一个就是亚洲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吧。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说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好，而不是说就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就先鼓励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再找到处别人的原因。其实就是这样，听感上大家可能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自大的想法，但其实对心理健康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引导。我觉得就是亚裔的孩子才会觉得这是个自大的想法。你要给美国小孩，大家觉得我最棒了，我考试都不及格，我也是最棒的。对，
上次就是看到某一个视频里头说一个小孩放了个录像机，然后给他爸爸进门的时候给他爸爸看自己及格的成绩单，他爸拿着成绩单第一反应热泪盈眶，又骄傲又感动，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儿子超棒的。这种事情放中国家庭有可能吧？我姐姐经常给我说的经历就是拿一个99分的卷子回去，妈妈爸爸第一反应你怎么丢了那一分呢？对呀，这个故事我感觉应该很多人都有共鸣，因为小时候真的是很容易拿90多分的高分，然后回家以后你得到的夸奖就不是夸奖，就会觉得啊你干嘛这道计算题做错了，或者干嘛这个选择题做错了，就永远是这样。对，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小孩子确实是精益求精，但是某种程度上背后让小孩长大之后也一直驱动他们的动力就变成了他们认为爱是有条件的，他们就觉得我只能做得最好才会值得被我的父母爱，而且觉得即使如果我的父母都不给我无条件的爱，那身边其他人怎么会给我无条件的爱呢？所以他们一直就试图做得更好，但是事实上整个背后的动机就会非常的恐怖，就会从小到大一直活在一个我做得不够好就得不到爱的恐惧中。我觉得我们家因为我的祖母是这样，就是一直是这么教育他的小孩的，所以我发现就是我所有的表姐都是这样的想法，他们都一直是在这样的恐惧下驱动的。所以虽然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但你也会发现他们的这种不安才是真正驱动他们的动力。我觉得这样虽然外面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内在确实他不算快乐。我感觉现在好像国内也是慢慢开始注重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了，因为如果说按我们这样讲的话，那是不是在西方国家或者是北美，那心理有问题的孩子就应该比在亚洲的少？但是亚洲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以前一直说比如说谁家的孩子心情不好抑郁啦，然后大家就会觉得那想开就好了，一直都不会觉得心理疾病是一件大事。对呀，国内的诊断率就是很低啊，就大家即使有抑郁症也不愿意承认，就觉得这是精神疾病，神经病一样，跟疯了一样，所以大家不愿意承认，就觉得那心情不好，或者你焦虑的话就是哎呀你想太多这样。对，就是比如说我老公他一直有那种焦虑症嘛，就是焦虑和惊恐发作，其实是很严重的。他每次惊恐发作了以后，他会就是有一种濒死的感觉，我会带他去就是急诊室，去了2-3次。然后我跟比如说我在美国的朋友，就亚洲朋友、中国朋友说，他就会说他肯定是太娇气了。你看像我们从小这种地域教育长大的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我也很难去跟他争辩什么。然后我跟我妈在中国是一个医生嘛，我妈就比较理解，就觉得因为她因为我妈也是心理医生，她开了那个心理门诊，她对这个就可能有更多医学方面的认识，她知道这是一件就是对个人生活体验来讲很严重的事情。我就是感觉可能就是把这个对心理疾病的看法慢慢上升到全民，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某种程度上，你不觉得就是其他发达国家经济不这么，这怎么说呢 ？GDP 发展 GPA 就是觉得他们国家人就不怎么卷不动，他们就是搞经济不太行，就跟国人没法比。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有太多的这样奢侈的自由，有可以承认自己不行的自由。但是在疯狂卷的东亚，这个你很难有这样的空间。但好处是吧？经济发展上，你看中国无人机那么强，是吧？现在 AI 也很棒 ，TikTok 也是席卷美国。哪吒新出的哪吒电影，对哪吒，电影业是吧？娱乐业我感觉在东亚也是吧？非常非常的有地位。另外还有什么锂电池你说过的EV 就是电动车，然后还有太阳能电池，还有你说的电视，这些真的就是只要下决心卷的都能轻轻松松卷过竞争对手。它就是让这个国家疯狂发展，是吧？它也是有利有弊的。对啊，有很多人在干着就是比较辛苦的工作吧，像那种生产线上几班倒的，我认识的也还是挺辛苦，是没有退路的恐惧。其实如果我在想啊，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生活，就如果说你真的是到没有退路的恐惧了，可能都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吧。因为我在想我现在的生活，我都会觉得这里不开心那里不开心。其实很多人如果不比较的话，我觉得就很多恐惧都是你不应该有的。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恐惧到底
我们真的有必要有这样的恐惧吗？美国社会不也经常说，美国的中产一不小心就会掉出中产阶级？对，可能一场生病啊，或者是比如说你家房子被淹了，然后你没有保险之类的，很多人都不会买那个什么医疗保险。然后美国的那个储蓄率也是很低的。最近好像出了新闻说，中国上海、天津好像还有个北京是储蓄率最高的3个城市，然后平均可能个人的储蓄就有10万、20万这么多。我在想，就是美国肯定就是你看一些纽约这种城市，平均个人的储蓄，我觉得我都不相信会等到1万美金。好啦，今天我们的第6期北美小姐姐大嘴巴就结束啦。其实翠翠现在的状态真的让我感触很多。我刚开始说了，我也很羡慕，很嫉妒。它也让我想到之前在小学课本里或者初中课本里学到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其中有一句是"既自以心为形役，悉惆怅而独悲"，就是既然自己的心灵为形体所役使，为什么要如此失意而独自伤悲？我会思考到，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很多烦恼都是来自于人的心灵。如果你能放开这些，放过自己，其实人是可以活得非常的天真，非常的快乐的。这也是我觉得人一生在追求的，或者是很多学佛经啊、学宗教知识，大家都要追求的一个状态吧。祝大家2025过得开心。